岁月好似回到了曾经在灵溪宗的时光，在这冰原上，苍穹蔚蓝，大地辽阔，放眼看去一片冰雪，见不到丝毫人烟，唯有白小纯与杜灵飞两个人在这冰天雪地里，在这银色的素果中一路相伴，时而谈笑，时而温柔，说着彼此的经历，说着曾经的往事。渐渐的，原本在白小纯心中存在的隔膜，似也随着如今的相伴，渐渐的消失了。杜灵飞似重新的成为了白小纯记忆里的小杜杜，二人的笑闹之声在这冰原中回荡，直至1个月后，二人在这北脉冰原的深处时，白小纯实在没忍住，问了一句：“小杜杜，咱爹给咱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啊？”白小纯似乎不觉得自己这句话有什么问题，此刻厚着脸问道：“希望你在看到我父亲时，还能这么称呼。”杜灵飞似笑非笑的望着白小纯，白小纯干笑几声，他很想拍着胸口告诉杜灵飞，自己哪怕当着天尊的面，也一样敢这么开口。可一想到自己曾经吸了天尊时弱智宝的血法，白小纯就心虚。于是在这干笑中，他岔开话题，继续追问杜灵飞在北脉的任务。杜灵飞犹豫了一下，他父亲安排的任务是绝密之事，按照道理他不能去告诉任何人。可他看了看白小纯那一脸好奇的样子，心头一软，轻声开口：“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不要和任何人说。我父亲派我来北脉，是调查我大师姐的事情。”杜灵飞低声说道：“你大师姐？”白小纯一愣，他脑海瞬间就浮现出女婴的身影。九天云雷宗不是北脉最早的源头宗门，北脉曾经的宗门叫做寒门。说到这里，杜灵飞看了白小纯一眼，继续开口：“而寒门当年的半神老祖，他是我父亲当初第一个弟子，所以我称呼他为大师姐。这寒门老祖当年背叛师门，干出天怒人怨之事，可我父亲念在师徒之情，只想将其擒拿，没有杀心。可偏偏他歹毒无比，竟要暗算我父亲，最终被我父亲忍痛斩杀。”杜灵飞叹了口气，说着他听说的往事。只是我那大师姐天资经验绝伦，多少年后，我父亲回忆此事，总觉得有些蹊跷，所以让我来这里，在这寒门的发源地，去暗中查一查大师姐当初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实际上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调查这件事情。当初之所以去灵溪宗，也是为了此事，因为灵溪宗就是寒门被灭后的残存弟子逃去东脉后组建的宗门。杜灵飞说到这里，看向白小纯。白小纯此刻已经震惊了，他没想到杜灵飞来北脉，居然为的是那女婴。而如今听着杜灵飞的话语，他也终于明白为何当初堂堂天尊之女会出现在灵溪宗内。那为何你又出现在血溪宗的邪子试炼里？白小纯抬头看着杜灵飞，问出了他心底始终存在的疑问。杜灵飞沉默半晌之后，他悠悠开口：“那是因为血溪宗的血祖与我的大师姐曾经是一对道侣。我想，哪怕血祖已陨，可若大师姐没死，或许会陪伴在齐夫君身边。”这些话语如一道道平的而起的惊雷，在白小纯脑海中轰隆隆的炸开。他呼吸抖得急促，很多往事在这一瞬豁然开朗。为什么血祖屹立在那里多年，始终存在，没有被天尊取走？为什么杜灵飞离开后，灵溪宗最深层的秘密，保护女婴的阵法出现了松动？这一切此刻都有了答案。可白小纯的心中还是有一个疑惑，但他没有去问，那就是这所有的事情，天尊为何自己不去调查，而是要让杜灵飞去查？甚至天尊自己都可以凭着其强悍的修为，强行翻开一切答案，可为何他没有这么做？再就是女婴的存在，天尊真的不知道吗？第974集，经变秘密是人与人之间都存在的，无论是兄弟、姐妹、朋友、爱人，乃至对父母，每个人都有不愿去告诉其他人的秘密。小秘密也就罢了，可若是一些关乎生命的秘密，则会无形中让亲密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有了疏远的隔膜。曾经的杜灵飞是这样，这一刻的白小纯也是如此。他心中有秘密，关于灵溪宗，关于女婴，关于北脉法宝，偏偏这些他无法说，只能沉默。杜灵飞显然是看出了什么，可也没有去问。二人在这沉默中走了一段路后，杜灵飞似随意地说了一句：“我从灵溪宗走后，有了一个习惯，不再是把所有事情，无论是确定的还是猜测的，都告诉我爹，而是只告诉他一些我非常肯定的事情。”白小纯猛地抬头看向杜灵飞，这句话他听懂了，这是在告诉白小纯，他并没有把全部事情都告诉天尊。我爹他这些年有些变了。杜灵飞一时沉默，半晌之后，语气有些低落，喃喃低语。白小纯的情绪也随着低沉下来，似乎之前那种亲密的关系，随着一番话语，渐渐有了不同。二人默默地在这冰原前行。白小纯不知道目的地在哪，他想着，或许杜灵飞也不知道，他们就这样向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默默走着。不知什么时候，天空飘落了雪花，有北风呜咽而过，天空也昏暗下来，只能模糊地看到那漫天的雪，在风中卷了苍穹，不断地洒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头发上，落在了他们身后的脚印里，慢慢地将脚印覆盖，好似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雪越来越大，风的呜咽
也越来越让人觉得不安，听得久了，会有种好似有无数厉鬼在四周徘徊咆哮之感。我们找个地方。白小纯迟疑了一下，抬头看着身边的杜灵飞，看着他的睫毛上都有了冰雪，轻声开口。可他话语刚说到这里，忽然的，白小纯面色猛地变化，一股突然爆发的、强烈到了极致的生死危机，让白小纯全身汗毛都来不及竖起，他就猛地一晃，一把抱住杜灵飞，刹那倒退。此刻的杜灵飞呼吸急促的同时，任由白小纯将自己抱走，双手却掐诀，向着自己的眉心默然一指。也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之前所在的地方，从虚无中，从那风雪里，有一道黑影刹那穿梭而过，速度之快，惊心动魄，更是在挪移时，有一股死亡之意陡然爆发。一次扑空后，这黑影毫不迟疑，掀起滔天风暴，再次冲向白小纯与杜灵飞。说来缓慢，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流光瞬息之间，在这黑影扑来的刹那，正是杜灵飞那一指落下的瞬间，顿时就有一个巨大的金色光圈从杜灵飞身体上爆发出来，将白小纯也保护在内。扩张的同时，他们的身体竟猛地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数百丈外。那黑影第二次扑空，似极为恼怒，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蓦然转身时，在白小纯与杜灵飞的目中，哪怕这风雪呼啸遮盖了部分视线，也都依旧看清了那身影的样子。这黑影赫然就是一团黑雾，那雾气中有一张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面孔，鬼气森森的同时，此刻在那尖锐的嘶吼中，直奔白小纯与杜灵飞第三次冲来。白小纯在看清这面孔的刹那，脑海轰的一声，失声惊呼：“你是你！”这鬼面正是当初鬼母的舟船上那三面鬼帆中的一面。在鬼母离开时，他主动去迎向天尊的那一抓，使得自身与鬼舟撕裂开，从而留在了这片世界里。事后天尊去寻找时，这哭笑鬼脸不知展开了什么神通，已经消失无影。而此刻他竟然出现在了这里，且一出现就是带着煞气，要来劫杀白小纯与杜灵飞。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白小纯申请黄籍，来不及思索太多，此刻这哭笑鬼脸已经临近，甚至四周的风雪仿佛也都被鬼气侵染，成为了黑色，如同利刃，被那鬼脸卷着，化作暴风之刃，蓦然而来。白小纯大吼一声，身体轰然间就展开了云雷人祖第五变，磅礴而去的瞬间，更是施展了人山诀。左眼月痕光芒闪耀的同时，他左手一挥，水泽国度蓦然降临，右手握拳，不灭地拳的霸道身影一样幻化，出手就是最强状态下他的两大杀手锏。实在是这鬼脸给白小纯的压力太大，已经超出了天人境，甚至他自己都感受不出这鬼脸到底有多强。几乎在白小纯出手的一刻，杜灵飞也呼吸急促中双手掐诀，立刻覆盖在他们身上的金色光圈就猛地凹陷下去，幻化成了一尊金色的凤凰，发出一声凤鸣的同时，有金色的火海在这冰原上腾然而起，与白小纯一同对抗来临的鬼脸。那哭笑鬼脸眼看白小纯与杜灵飞联手，口中发出桀桀怪笑，目中更有戏谑之意，身体骤然扭曲，竟从鬼脸的样子直接化作了黑雾之爪。此爪漆黑锋利无比，似能撕裂虚无，在出现后立刻让这天地色变，四周寒气滔天爆发中，鬼脸化作的黑爪就直接的一抓而出。轰鸣间，这爪子首先碰触的正是水泽国度中降临下来的巨族，震耳欲聋的声音撼动八方，水泽国度的巨族猛地震动，竟无法抵抗，被那一抓，生生的崩溃，甚至都有带着痛苦的嘶吼。随着巨族的崩溃从虚无中遥遥传来，白小纯全身狂震，一口鲜血喷出时，杜灵飞神通幻化的金色火凤凰飘然而出，直奔鬼爪。刹那间，这金色火凤就与鬼爪碰触，依旧是如摧枯拉朽般被那鬼爪直接撕裂。金色火凤发出凄厉之音，轰然崩溃中，杜灵飞也喷出鲜血，肩膀的位置竟出现了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也正是在这一瞬，白小纯右手在人祖变人山诀下爆发出的不灭地拳，带着无上霸道之意，轰然落下。天地震颤，随着白小纯一拳落下，他的人祖变崩溃，人山诀四分五裂，鲜血狂喷中，就连不灭地拳也都被直接瓦解。可他与杜灵飞的联手之力绝非寻常，虽被那鬼爪所破，可接二连三的冲击，最终在那不灭地拳下，鬼脸的鬼爪在半空中也震颤起来，去势一顿。借助这一顿之力，杜灵飞连忙掐诀，全身金色光芒骤起，卷着与自己一样嘴角鲜血仍在溢出的白小纯，急速后退。刹那间就直接退到了1000丈开外，没有停顿。杜灵飞不知展开了什么神通，速度竟瞬间再次爆发，一个闪烁，竟到了万丈外，再次闪烁后，竟远远的看不到了踪影。这一切都是眨眼间发生。那在半空中一顿的鬼爪，此刻扭曲，重新幻化成哭笑鬼脸，他目中讥讽依旧，更有贪婪。你们跑不掉，声音好似无数人一起开口，诡异非常。他咧嘴一笑，蓦然追去。实际上，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正是被白小纯与杜灵飞身上那似乎只有
他能感受到的气息所吸引。此刻，哪怕白小纯与杜灵飞逃走，可在他的感受中，对方如同黑夜的火把，清晰无比。苍穹上，金色光圈内的白小纯与杜灵飞，此刻都面色苍白。杜灵飞咬着银牙，展开秘法，一次次的挪移而去。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白小纯神色中透着不安与焦急，取出丹药递给杜灵飞的同时，自己也吞下不少。而他的不死血的恢复，此刻也显露出来，之前耗费的肉身之力，此刻竟恢复了七七八八。可就算是这样，也都于事无补。之前的出手，白小纯已经看出那鬼脸之力绝非天人，不然的话，以他与杜灵飞联手，足以在半神之下堪称无敌。或许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想来我那父亲也快要到来了。杜灵飞深吸口气，目中有冷意闪过，说着父亲二字时，他的身体一颤，似心在刺痛。第975集，他已经来了。听到杜灵飞的话语，白小纯目光闪动，微微一愣，他觉得杜灵飞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对。女儿有难，父亲来救，这在白小纯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他却没多说什么。眼下随着身体恢复，他一把拉住杜灵飞的手臂，向前猛地急速前行。不死劲的速度蓦然展开的同时，再配合杜灵飞那金色光幕的挪移，使得二人竟在那堪比天尊的哭笑鬼脸的追杀下，速度越来越快。只是他们速度虽惊人，彼此配合下远超天人，甚至直追半神，但在那鬼脸猎杀压迫下，依旧很难真正逃出。此刻挪移间，他们身后风声呜咽，如有厉鬼嘶吼，这声音传入二人耳中，立刻撼动心神。尤其是杜灵飞，他之前化作的金色火凤被鬼爪撕裂，自身的肩膀上也被抓出了3道触目惊心的伤痕，虽始终被他忍住压制，可眼下在那鬼音的回荡中，他肩膀上的伤口顿时就滋生出了丝丝黑气。这黑气在出现后，竟凝聚成一个个鬼头，发出阴冷的笑声，很是人。一口鲜血从杜灵飞口中喷出，他面色苍白，可目中却很冷静。她虽是天尊之女，身上也有保命法宝，可她明白，面对这来自天外鬼母战舟上的鬼脸，那些保命手段都没有太大用处。而如今这金色光圈，实际上也是他最大的保命手段了。无论是速度还是防护，在通天大陆也都很是强悍。若是换了对手是半神，短时间内根本就无法轰开这光圈半点，伤害不到他的本体。同时，这光圈展开的挪移，也将让半神无奈。可如今他们面对的不是半神，而是堪比天尊的天外鬼脸。眼看杜灵飞喷出鲜血，看着其肩膀上的丝丝黑气，白小纯很是心疼。急切间，在这逃遁中，他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丹药，就要给杜灵飞疗伤。没时间疗伤了，我们要尽快逃走。杜灵飞面色越发惨白，可却咬牙开口，强行展开光圈，继续挪移。可这一次挪移，他伤势更重，肩膀受伤之处的黑气越来越浓郁，甚至开始蔓延。你伤势这么重，没时间也必须治。白小纯不由分说，右手抬起一把扯下杜灵飞肩膀处的残破衣衫，露出了已经漆黑无比的香肩时，也看到了那里的3道深可见骨的惊人伤口，且这伤口正在快速腐烂。白小纯看着都心痛，毫不迟疑，立刻右手在那伤口上一挥，随着杜灵飞身体发抖，他肩膀上的那些腐烂的肌肤如被弯曲一般，刹那就消散开来，露出了在那伤痕下的骨头。他的骨头居然与常人不同，此刻露在伤口内的赫然如同水晶一般，甚至散出一股让白小纯觉得熟悉的气息，这就让白小纯一愣。但此刻时间紧迫，他来不及多想，立刻取出大把丹药捏碎，直接就涂抹在了杜灵飞的伤口上，将骨头盖住的同时，白小纯修为运转，帮助杜灵飞疗伤。杜灵飞气息急促，全身金光闪耀中，在白小纯的相助下，伤势愈合也快了不少，使得伤势勉强被压制。他赶紧再次挪移，轰鸣间，二人出现时已在了远处，没有停顿，他们继续疾驰而去。身后风声依旧呼啸，鬼音虽距离有些远了，可却明显的正不断的靠近。白小纯焦急，可他脑海此刻还是忍不住浮现出方才杜灵飞那水晶般的骨头。你的骨头怎么如同水晶一般？我记得在灵犀宗时还不是这样。白小纯犹豫再三，哪怕明知道此刻逃命时刻不方便去问，可还是问了出来。对于这个问题，杜灵飞没有意外，如果是别人问询，他不会回答，可白小纯这里开口，他没有犹豫，低沉解释：这是我父亲让我修炼的天尊诀形成的天尊骨。天尊骨。白小纯迟疑了一下，这个解释他相信杜灵飞没有欺骗自己，可脑海里方才杜灵飞水晶骨头的画面却是始终无法挥散。他想到了古舟上被自己拿走的那2副骸骨，一副是金色的不死骨，另一副则是长生卷的水晶骨。对比之后，白小纯隐隐觉得长生卷的水晶骨与杜灵飞的水晶骨在气息上很相似，可似乎又有一些不同。此事让白小纯心头有些乱，眼下又不是仔细思索与追问的时候，白小纯只能将此事压下，竭尽全力与杜灵飞一起向着远处疾驰逃遁。时间流逝，从他们受伤开始逃走，直至现在，看似过去很久，
可实际上也只是一炷香的时间而已。就在杜灵飞展开又一次的挪移后，突然的，他们的四周风声滔天而起，那呜咽之音如同鬼哭狼嚎，刹那间就在八方爆发。逃得很快吗？如同众生齐齐发出的声音，在那呜咽的风中，伴随着鬼哭狼嚎，同时出现，带着戏弄的腔调，如同是猫抓老鼠一般。白小纯面色一变，杜灵飞修为波动，二人猛地改变方向，可还没等他们行动，苍穹色变，天雷滚滚，一只巨大的黑色鬼爪直接从苍穹幻化，向着二人蓦然降临，狠狠抓来。轰的一声，白小纯喷出鲜血，杜灵飞同样如此，勉强避开了这一击，可全身如要撕裂，身体好似失去了修为，直接从天空落下。几乎在他们落下的瞬间，那来临的鬼手化作浓浓黑雾，刹那就笼罩方圆1000丈，使得这1000丈内直接就成为了困牢一般，如同与天地分离，隔绝一切。在这1000丈黑雾内，无数厉鬼幻化，嘶吼咆哮中，向着白小纯与杜灵飞猛地撕咬而去，可却被那金色光圈阻挡。但明显的，在这厉鬼的撕咬下，那光圈也都扭曲起来。而若是从天空向下看去，则会骇然的发现，这所谓的1000丈黑雾，居然是一张巨大的鬼脸。白小纯与杜灵飞看似是被困在这里，可实际上竟是不知何时被这哭笑鬼脸吞入到了口中。甜美的气息啊，这气息不枉我追寻你们到这里，只要消化了你们2个，我一定可以恢复到巅峰之力。这护法金光虽有些麻烦，可还是太弱。鬼脸的声音带着兴奋回荡四方时，白小纯与杜灵飞四周的厉鬼一个个也都疯狂起来，不断的扑去。哪怕白小纯与杜灵飞战力惊人，极其不俗，可依旧在这1000丈黑雾内节节败退。那些厉鬼根本就打不死，往往被白小纯一拳碎灭后，竟刹那间再次凝聚出来。而杜灵飞的金色光圈在这黑雾中竟也微弱到了极致，颤抖中似随时可以崩溃碎裂。可以想象，一旦光圈碎开，他们四周的厉鬼将会同时扑上去。你爹什么时候来啊？白小纯急了，这种生死危机，如天尊没有到来，那么能化解的办法似乎只有用那冰液让那女婴苏醒。可白小纯也拿不准苏醒后的女婴是否能与这鬼脸对抗。另外，女婴如果此刻苏醒，则一切败露。他已经来了。杜灵飞声音有些低落，喃喃说道：“啊！”白小纯一怔。就在这时，他们二人身体外的金色光圈承受不住四周的挤压，陡然崩溃。可就在这金色光圈崩溃，四周厉鬼尖叫着一扑而上的刹那，忽然的，从这崩溃的金色光圈内，居然凝聚出了一道金色闪电，一瞬破开虚无，嗖嗖中，在这1000丈雾气内，肉眼难见的急速穿梭。在那鬼脸的一声凄厉嘶吼下，这闪电势如破竹，直接穿透了1000丈黑雾，所过之处，所有厉鬼全部灰飞烟灭。轰轰轰！一切的一切，在那闪电的穿梭下，全部崩溃。1000丈黑雾被生生撕成2半，化作的雾气倒卷，在不远处的重新凝聚，形成了哭笑鬼脸。此刻他猛地抬头看向那道金色闪电，口中发出厉吼：“天尊！”第976集，妇女几乎在鬼脸开口的刹那，那道金色闪电一阵扭曲，竟从闪电内走出一个穿着青色长袍、带着帝冠的身影。那满身的气势，还有不怒自威的容颜，正是天尊。你躲了这么久，终于还是被我找到。天尊脸上露出笑容，目中更有振奋，一晃之下，直奔着鬼脸而去。鬼脸发出凄厉之音，似知道无法逃遁，此刻竟一冲而去，与天尊直接就站在了一起。一时之间，轰鸣声滔天回荡，扩散八方。此刻的白小纯虽劫后余生，可心中却没有丝毫喜悦，反倒升起更多的寒意。原本杜灵飞之前说起其父时，语气冰冷，白小纯还觉得杜灵飞有些不对劲。可如今天尊居然是从金色光圈内出现，再联想杜灵飞的话语，明显的天尊早已到来，可却始终没出现，任由杜灵飞与自己被黑雾笼罩，在他们的生死危机中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很明显就是在等能将这鬼脸重创的契机，而这个契机似乎在天尊的眼中，比他女儿的安危还要重要。想到这里，白小纯也吸了口气，看向身边的杜灵飞时，看到的是杜灵飞那苍白的面孔上目中的失落以及苦涩。若说对天尊的了解，白小纯所知晓的都是猜测与判断，可身为天尊的女儿，杜灵飞对于自己的父亲很是了解。他本以为这一次父亲安排自己与白小纯在北脉，的的确确是为了大师姐是否死亡之事，而他也尽心去调查。可如今他明白了，大师姐的事情是其次，他之所以被留下，是因天尊想要让他跟白小纯作为诱饵，吸引这从古州内逃出的鬼脸。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认为自己与白小纯会把这鬼脸吸引来，可显然这鬼脸的的确确是到来了。父亲，你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这里，可离开真的那么重要吗？超越了亲情吗？杜灵飞感觉心在被撕裂，看着半空中正在厮杀的父亲以及那面鬼脸。此刻天尊的伤势似恢复了不少，那鬼脸不知为何竟露出败势，急速后退时，天尊冷哼，迈步追击。
好不容易找到你，岂能让你逃走？不惜用你的骨肉来吸引我，如此心性，不愧是枭雄。鬼脸口中传出冷笑。那又如何？天尊看了淡淡开口，默然追去。他没有认为自己这一次利用杜灵飞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杜灵飞又没有死亡，而这鬼脸诡异莫测，一旦躲藏，谁也找不到。这鬼脸他又志在必得，于是用了白小纯与杜灵飞做诱饵，想要生擒这鬼脸。一方面通过对方去了解外面世界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是打算将其炼化，成为自身之物。一旦成功，他的战力就可随之攀升太多。到了那个时候，他无论是强行从守灵人那里让其打开世界大门，又或者自己想办法，都有太多选择。实际上，当初古舟的离去已经让他绝望，而这鬼脸的主动留下，则是他如今除了那他也不想的最后一步外唯一的办法。此刻追击中，天尊与那哭笑鬼脸已直接升空遁入虚无，刹那就看不见了踪影。显然以他们的修为，在彼此的出手之下，已经远离了此地，不知去了何处。而随着他们的离开，这冰原上的呜咽风声也渐渐消失，重新恢复平静。可白小纯的心中却很难平复过来，他不知该如何安慰杜灵飞。看着杜灵飞萧瑟的身影，白小纯叹了口气，走到杜灵飞近前，慢慢将她搂在怀里。杜灵飞身体刚开始有些僵硬，可随着白小纯身上的温暖慢慢扩散，她的身体也柔软下来，好似失去了力气。她以前不是这样，杜灵飞喃喃低语，这一刻的她透出的软弱，让白小纯心中只能轻叹。小纯，你说离开这片世界真的那么重要吗？许久，杜灵飞深吸口气，似恢复了一些，抬起头望着白小纯，轻声问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愿意离开这里的。我觉得通天大陆很好啊，蛮荒也不错，干嘛要离开呢？白小纯挠了挠头，他说的是心里话。实际上，他对于天尊急切的想要离开这里，把通天大陆当成了困牢之事，也很不理解。在他看来，有足够的寿元，有亲人朋友的陪伴，而通天大陆又这么大，挺好的。至于外界，从那鬼母就可以看出，外面一定充满了危险。既然危险，干嘛非要出去？另外，白小纯也觉得守灵人也有些固执，天尊既然想走，打开门让他走不就好了？听着白小纯的话语，杜灵飞笑了，那笑容很美。此刻夜色，月光洒落，在那月光里，杜灵飞的笑容在这四周冰雪的衬托下格外的美丽。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想的和你一样，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亲人朋友陪伴，安静的生活。可是我没有朋友小纯，我长这么大没有一个朋友，我甚至都没见过我的母亲杜灵飞喃喃。白小纯沉默，只是将杜灵飞搂得更紧，随后抱起她，慢慢的向前走去。没有方向，他们也不在意去往何处，似乎在这夜色里，在这冰原，这么一路前行，终究可以走到尽头。一夜流逝，当清晨的初阳从远处的天空上抬头，阳光慢慢洒落大地时，走了一夜的白小纯与杜灵飞忽然身体一顿，抬头时，苍穹上一道金色的闪电轰然而来，速度之快，直接穿梭虚无，降临在了二人头顶的天空上，化作了一个穿着青色长袍的身影。天尊归来！他的手中此刻抓着一团黑雾，雾气内扭曲的正是那哭笑鬼脸，可任由他如何挣扎，也都逃不出天尊的手掌。只是明明成功抓住鬼脸，可天尊的面色有些阴沉，很是难看。此刻在归来后，他的神识蓦然散开，于白小纯以及杜灵飞身上扫过后，又看向四周，半晌之后，他才将那浩瀚的神识收回。那哭笑鬼脸最终没有逃走，被天尊抓到，可在将其抓住后，他却发现对方居然不是完整的，而是一缕分魂，主魂却了无踪迹。显然那鬼脸狡诈谨慎，对于天尊的诱饵虽极为心动，可依旧还是不惜代价展开秘法，分裂出了一缕差不多拥有其一半神魂的分魂前去试探。天尊虽成功将这分魂擒住，可也打草惊蛇。他明白，想要再找到那鬼脸的主魂，难度将会极大，短时间内对方极有可能是藏匿起来，使得自己无法寻找到任何蛛丝马迹。不过好在分魂在手，他也不是没有收获，虽不完美，可也聊胜于无。想到这里，天尊深吸口气，低头目光在白小纯与杜灵飞身上扫过，右手抬起一挥，一枚令牌直接幻化出来，直奔白小纯而去。白小纯目光一闪，迟疑了一下后接住令牌：没你什么事了，持此令，你可通过九天云雷宗的传送大阵，回通天东脉。天尊说完，不再理会白小纯，而是看向杜灵飞，目光也柔和了一些。飞儿，我们走吧。杜灵飞迟疑了一下，有心拒绝，可最终还是低着头，用力抱了白小纯一下，似在告别。白小纯没有松手，拉住杜灵飞，抬头看着天空上的天尊，一咬牙，蓦然开口：天尊，我和飞白小纯话语刚出，还没等说完，天尊眼中寒芒一闪，直接打断：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想要把本尊的女儿留在身边，你还没有资格，等你到了半神再说吧。说着，天尊转身走向虚无。
杜灵飞冲着白小纯摇头，深吸口气，似重整心绪，默默地走上虚无，走到了天尊的身边，渐渐远去。白小纯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天尊父女二人，他心头也复杂难明。他本以为身为天尊的女儿，杜灵飞高高在上的同时是快乐的，可北脉冰原上的这一幕，让他明白了杜灵飞的凄苦以及天尊对于亲情的冷漠。半神白小纯目中露出果断，透着股坚毅。第977集，都是我的了。对于曾经刚刚踏入修真界的白小纯而言，半神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把他当成目标了。而现在已经到了天人中期的他，接触过的半神已经不少，尤其是当初在蛮荒的巨鬼城，他曾感受过巨鬼王一滴魂血内的半神之意。对他而言，半神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最让白小纯有把握的是女婴所说的那件以北脉为核心运化出的法宝中存在的那多年积累的天地之力。这造化到底能不能让自己修为突破，白小纯不知道，可他有自信，一旦自己将这造化吞下后，他的战力必定能横扫一切天人境，甚至半神也并非不能一战。想到这里，白小纯深吸口气，身体一晃，化作一道长虹，离开所在之地，向着远处疾驰。数日后，他找了一处冰川，化作洞府，盘膝打坐。担心天尊走而复返，白小纯没有立刻召唤女婴，而是默默等待。等了半个月，确定天尊不会回来后，白小纯还是觉得有些不稳妥，竟继续打坐，又等了3个月。直至这一天，白小纯无法再等了，他双目开合，深吸口气，从储物袋内将女婴所在的棺椁取出，放在了自己面前时，他看着棺椁内的女婴，有些迟疑。我与这寒门老祖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他若骗我，对他也没什么好处。白小纯一咬牙，取出了那片冰叶，慢慢地放在了棺木上。这冰叶刚一碰触棺木，竟立刻穿透而过，落在了女婴的额头上，散发出璀璨之芒，很快就消失无影。白小纯有些紧张，目不转睛地看着棺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耳边传来了女婴许久没有出现过的声音：“北脉的气息，冰寒的气息，苏醒的气息，你做得很好。我苏醒时间只有100息，现在还不能苏醒。你按照我的指点去找到节点入口，到了那里后，我会用100息的时间打开法宝之门。”这声音里带着一些激动，随后立刻就向白小纯传出了意识。白小纯闻言深吸口气，神情凛然。这几个月，他也将此事深思熟虑。如今既然有了选择，他也果断地起身，按照女婴的指点离开了洞府，向着北脉冰原的深处疾驰而去。没过多久，很快的，白小纯就来到了女婴指定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巨大的冰川，在这冰川附近看了看后，白小纯右脚抬起，狠狠一踏，顿时大地轰鸣，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白小纯低头看了几眼，一晃钻入裂缝内，直奔大地深处，一路直行。但凡遇到阻挡的冰层，就直接破开。就这样，他势如破竹般，在一炷香后就到了这冰原之底。四周寒气浓郁无比，在这冰原下存在了一个巨大的冰洞，冰洞的顶端悬着一根根巨大的冰刺，甚至在这四周还有无数小的冰川，给人一种锋利之感。白小纯此刻出现后，立刻就看到这冰洞的地面赫然存在着一面巨大的如湖泊般的镜子，镜面是冰层，四周的镜框散出古老岁月的气息。尤其是在这寂静中，随着白小纯踏在镜子上低头时，他看到脚下的镜面折射出自己的倒影，一股神秘之感油然而起。到了你知道欺骗我的下场，我不会与你去争夺成为法宝器灵，而你若没有害我之心更好，如真有的话，也都给我收起。你应该明白如何选择。白小纯神色严肃，立刻在脑海里传出意识。很快的，女婴激动的声音蓦然在他脑海回荡开来：“就是这里，快把我所在的棺椁取出！”女婴激动中，白小纯也没有迟疑，直接取出棺椁，放在了这冰镜上。这棺椁在落下的刹那，突然就散发出刺目的光芒，一股强悍的苏醒的波动在这一瞬于棺椁内骤然而起。与此同时，女婴的声音在白小纯的脑海里急速的传出：“白小纯，谢谢你帮我，你也放心，我承诺的事情绝不会反悔，更没有欺骗你。此地是北脉法宝的一处节点入口，是我当年留下的唯一破绽之处，也只有从这里才可以进入法宝世界。而我需要100息的时间去开启这一处节点，一旦打开，我们就会被吸入法宝内部的世界。在那里，我需要一些时间去与这件法宝融合，最终成为其器灵，而你也会在那里吸收累积了无数岁月的天地之力。相信我，当我们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后悔你的决定。”女婴声音急促，有着压抑不住的振奋。在说完这些话后，她所在的棺椁刹那就被那刺目的光芒彻底覆盖。与此同时，这棺椁竟急速的融化。随着融化，白小纯隐隐看到棺椁内的女婴竟急速的成长，眨眼的功夫，居然化作了常人大小，能模糊的看到那是一个绝色女子。虽被璀璨之光遮盖，看不清晰，可也能看出那曼妙的轮廓以及动人的曲线。她的身上更是在这一瞬间有一股强悍的气息骤然散开，没有冲天而起，
而是全部融入这下方的镜面中。顿时，这镜面就泛起了涟漪，开始波动，如同融化成为了湖水。而那女子也深吸口气后，整个人直接就融入到了这镜面内。随着她的融入，这镜面的波动越发强烈起来，四周更有轰隆隆的声响不断的回荡。白小纯心跳加速，紧张的看着镜面。随着时间一息息过去，镜面的波动越来越强烈，隐隐的竟形成了一个以那女子融入之处为中心的漩涡。这漩涡刚开始转动有些缓慢，可当20息过去后，其转动加速，渐渐快了起来，似要打通这镜面，借助此地的节点，贯穿一个通道，进入法宝内部。直至在40息时，漩涡传出的轰鸣声成为了这冰洞内唯一的声音，扩散四方的同时，这冰洞内的无数冰刺与小的冰川承受不住，不断的碎裂。白小纯没有去注意那些冰刺的碎裂，此刻紧张的关注着漩涡时，也在计算时间。50息、60息、70息，白小纯感觉心脏跳动得越来越快，此时呼吸急促。在70息到来时，他脚下的漩涡已狂暴无比。隐隐的，白小纯居然在那中心点看到了一个因漩涡的转动而形成的好似窟窿般的小洞。通过这小洞，他模糊地看到了其内似存在了一个世界。还有不到30息，白小纯不由得靠近了几步。可就在这一瞬，忽然的，四周的轰鸣声中突然多了一个声音，那是风的呜咽声，如鬼哭狼嚎般的嘶吼。这声音的出现让白小纯面色猛地一变，蓦然转头时，他看到了在远处有一道黑影正顺着冰川缝隙直奔此地而来。你不是被天尊抓走了吗？白小纯看清了黑影后，脑海里嗡的炸响，惊呼失声的同时，内心狂震起来。他更是担心天尊或许也在四周。天尊？他抓走的只是老夫的分魂。那黑影正是哭笑鬼脸，此刻笑声狰狞，看向白小纯脚下的漩涡时，其目中带着强烈到了极致的贪婪。鬼脸的回答让白小纯心头震动，有些恍然。虽因天尊不在，心中的紧张减少了一些，可很快就再次强烈起来。实在是，哪怕只有这鬼脸自己，白小纯也远远不是对手。同时，对方目中的贪婪也让白小纯内心咯噔一下，额头冒汗。该死，天尊怎么搞的？居然只是抓了个分魂！白小纯呼吸都快凝滞了，蓦然后退。这片冰原下方果然藏着这么一件世界之宝，哈哈！天尊感受不到，可却瞒不过老夫，也不枉老夫算出，只要跟着你，就能与这法宝结缘。虽牺牲一个分魂，可有了这件法宝，这片世界都是我的了。鬼脸激动无比，双目冒着前所未有的光芒，全身散出惊人的修为波动，轰然临近。第978集，劲崩同入。该死，还有20多息啊！白小纯心下懊恼，面色苍白，焦急无比，身体急速后退。他心知肚明，这哭笑鬼脸哪怕不完整，可至少也是半神战力，不是自己能对抗的。就在白小纯退后的瞬间，那哭笑鬼脸带着狰狞的笑声与贪婪的神情，已经从远处刹那飞入到了镜面漩涡上，看都不看白小纯一眼，直奔镜面漩涡的中心呼啸而去。世界之宝是我的了！鬼脸笑声带着激动与振奋，眼看就要靠近。白小纯满目愤怒，他哪怕不知道女婴融合被打断后的准确后果，可此事就算是用脚去想，也都能想到，那后果必定极为严重，绝不能让他成功。白小纯急切间眼睛已开始发红，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是被这鬼脸占据了法宝，自己与女婴功亏一篑还是其次，此番怕是连小命都要丢在这里。毕竟这鬼脸是不可能放自己离开，从而泄露自身获得至宝的秘密。来不及去过多的思索，也顾不上去考虑太多，白小纯大吼一声，身体在这一刹那就直接展开了人祖变。轰轰声中，他迈着大步直奔鬼脸时，身躯不断的膨胀，步伐越来越大。3步之后，他直接就展开了人祖第5变。左目月痕璀璨，堪比人祖第8变的狂暴之力，再配合他施展出了人山绝后，肉身与修为融合，使得白小纯在短时间内可以爆发出堪比天人后期巅峰之力。虽不是大圆满，可却无限的接近，形成的风暴轰鸣爆发，不死境瞬间展开。倏然间，他就出现在了那鬼脸的前方，神色带着豁出去的疯狂，咆哮怒吼：“给我回去！”声音好似撼天之雷，在传出的同时，白小纯的右手抬起，不灭地拳直接展开，一拳轰出。这一拳没有丝毫保留，将全部肉身之力统统宣泄而出。强悍如鬼脸也都目光一闪，可嘴角却露出讥讽之意，居然没有后退丝毫，一头向着白小纯的不灭地拳直接撞去。轰鸣之声刹那就在这地底深处蓦然爆开，白小纯喷出鲜血，身体猛地倒退，不灭地拳消散，人山诀崩溃，人祖变瓦解，全身内外更是好似被震得直欲溃散。不自量力！哭笑鬼脸冷哼一声，身体只是一顿，刹那间再次冲向漩涡中心。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不死血的强悍之处随之体现出来。只是几个呼吸，白小纯这极重的伤势居然就恢复了大半。眼看鬼脸靠近，
白小纯只觉得脑海嗡鸣，嘶吼中直接展开撼山状，轰轰之下向着鬼脸撞击而去。与此同时，他双手掐诀，顿时水泽国度蓦然降临，更有寒气扩散四方，形成不少寒影，从四周直奔鬼脸。甚至觉得这些还不够，白小纯一拍储物袋，竟取出了一大把多色火，已然是不顾一切，全部扔出。轰轰轰，巨响惊天动地，四周的冰层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缝，尤其是多色火的爆发，更是让这冰洞直接就化作了火海。哪怕那哭笑鬼脸有半神战力，此刻也都皱了下眉头。若是换了在其他地方，他想要破开这些，轻而易举，甚至击杀白小纯也都并非难事。可如今在这冰洞内，他一方面担心引起的动静太大，被外人察觉，另一方面他看出了在那冰面漩涡内有一股意识正在与法宝进行初步的融合。他实在没时间也没心情与白小纯纠缠，他这一刻最想要做的就是在这融合还没有完成前闯入进去，吞了那意识，取代对方去融合法宝。一会儿再收拾你。鬼脸冷哼一声，没有半点迟疑，口中传出诡异的咒语之声。那声音不是通天大陆的语言，回荡四周时，这鬼脸的身体上顿时就散出黑雾，那些雾气化作了9个符文，环绕在鬼脸身体外，不断的旋转，任何一个都爆发出让白小纯心惊之力。而显然，这9大符文的神通对这鬼脸而言，好似动用了本源之力。此刻在施展后，他明显比之前虚弱了一些，可那9大符文却光芒璀璨，刺目无比。借助这9个符文，鬼脸没有丝毫停顿，直接冲了上来，无视白小纯的撼山状、水泽国度，还有那惊人的火海。轰鸣中，他身体外的符文不断的转动下，他居然直接穿透了一切白小纯的神通。出现时，赫然在了白小纯的身边，符文猛地扩散，直接就撞在白小纯的身体上。白小纯全身狂颤，胸口都凹陷下去，鲜血大口大口的喷出，伤势瞬间严重到了极致，眼前都有些模糊，身体被狠狠抛出。这一切都是刹那发生，在将白小纯卷飞后，鬼脸目中贪婪到了极致，出现时赫然在了那漩涡的中心，向着那里就要直接冲进去。而一旦被他冲入，后果无法想象。白小纯此刻已经疯狂，眉心通天法眼此刻也都猛地睁开，释放出一道紫光，向着鬼脸直接笼罩。紫光一瞬落下，鬼脸的身体在这紫光的凝聚中也都顿了一下，可也就是眨眼的功夫，鬼脸就恢复如常。他心中虽恼火白小纯那里烦人，可却没工夫理会，一头就冲了过去。眼看已经半个头颅进入漩涡中心里，甚至白小纯的脑海里都传来了女婴焦急的意识：还有数息就结束，快阻止他！白小纯眼睛赤红一片，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鬼脸，这是你逼我的！白小纯此刻已没有其他办法，他直接就将自己的一滴不死血猛地碎灭。随着不死血的碎灭，一股滔天血气轰然间从他体内爆出，扩散全身，笼罩四方时，他的眼睛也变得邪异无比，身体刹那就一步走出，血气惊天动地。白小纯的意识已经模糊，此刻好似这身体的本能一般，在这神杀的爆发下，对于这四周所有具备生机的存在都有强烈的吞噬的渴望。而如今这冰洞内，距离白小纯最近的就是那鬼脸，几乎瞬间在血气扩散的神杀之速下，白小纯好似穿梭虚无般，直接就出现在了那鬼脸的身旁，血气猛地就将其覆盖在内，右手抬起，向着这鬼脸狠狠一抓。那半个头颅进入到了漩涡中心的鬼脸，此刻也都全身一颤，一股就算是他也都觉得危机的感觉在其心底滋生。而他的身体也在白小纯那血气的一抓下，被直接从那漩涡中心拽了出来。该死，这是邪法！鬼脸恼怒咆哮，蓦然转头，一眼就看到了全身血气弥漫的白小纯，尤其是此刻的白小纯全身的血气，竟对他也都造成了一些伤害，这就让鬼脸心神震动起来。也正是在这一刹那，随着鬼脸被白小纯拽出，女婴融合的百息时间已然达到，整个冰面的漩涡顿时狂暴，一股巨大的吸力滔天而起，似要将四周的一切都吸入那漩涡中。白小纯与鬼脸更是不由自主的被那吸力猛地卷住，直奔漩涡。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只能进入法宝内部，再找办法夺取控制权了。鬼脸恼怒至极，目光一闪，看出了白小纯的不对劲。此人神魂虚弱，施展这邪法难以与魂融合，否则的话将很是难缠。鬼脸冷哼一声，在身体被卷入漩涡时，他身体外的9道符文骤然闪耀，直奔白小纯而去。敢阻我好事，对付这种没有自身意识，只有本能的写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疯。鬼脸声音传出，目中露出幽异之芒，那9道符文立刻呼啸，刹那就将白小纯笼罩在内，光芒夺目，层层叠叠般竟出现重叠之影，排山倒海般化作了一层层封印，直接笼罩在白小纯身上。就在他封印落下的刹那，漩涡中的轰鸣之声前所未有的滔天爆发，震动八方时，那漩涡内的吸力也都瞬间狂暴至极，直接就将白小纯以及鬼脸
连同这冰洞内的一切猛地吸入漩涡中。在他们被吸入的一瞬，漩涡崩溃，镜面碎裂，冰洞坍塌。第979集，老夫要扒你皮！通天北脉深处冰原上形成了一片坍塌，这坍塌范围不小，扩散四周，无数冰层碎裂，在短短的1天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窟。放眼看去，好似被一个巨人一拳轰在了冰川上，形成了触目惊心的伤痕，甚至连带着都影响到了四周的一切区域，使得9天云雷宗也都格外的重视。不但云雷子等人到来，甚至北脉半神也都亲自降临。可任凭他们将这四周搜寻的彻彻底底，也都没有在这里找到丝毫的线索与端倪，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在之前的漩涡吸力下完全吸走。多事之秋，最终北脉半神摇头轻叹，若是换了其他时候，他或许还有心情去花费精力与时间找出这片区域冰原崩溃的原因，可如今他已没有这样的心情。抬头时，他看向通天岛的方向，半晌之后，目光挪开，最终落在了蛮荒的方位，目中深处藏着一丝疲惫。实际上，自从那所谓的天尊收徒试炼之地的事情后，他心中就已经对天尊有些不满，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看到杜灵飞时说出这里是北脉的话语。可就算是再不满，他也无法当着天尊的面去表露。可他明白，不满的绝不仅仅是自己，而他更明白，按照天尊的性格，在蛮荒绝世之战失败后，于那古州又一次失败，如今恐怕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了，或许战争就快要开始了。北脉半神喃喃叹了口气，转身离去。随着北脉众人的消失，这片坍塌的冰原也慢慢平静下来，风雪重新覆盖。或许一些岁月之后，此地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埋葬在冰雪中，就算是地面的坍塌裂缝，也都会慢慢愈合。而在这冰原下方无尽的深处，哪怕半神甚至天尊也都难以察觉的那世界之宝的内部，却是另一片世界所在。这件以整个北脉为身躯的巨宝，其内部之大，不说堪比北脉，可也有至少3成北脉的大小。只有中间的区域与北脉一样是冰雪覆盖，而在东方则是一片大海。这大海的海水不是蓝色，而是如雨水一般，天空上时刻都在降临暴雨。可偏偏在这雨海内，却没有丝毫闪电雷霆，只有那仿佛永远下不完的暴雨不断的洒落，使得海水随着岁月越来越磅礴。东方有海，而在西方一样有海，那是一片滔天的火海，映照了小半个天空都成为了赤色。火光扩散时，若站在一个至高的位置去看，可以看到西方的火海范围之大，与东方雨海相差无几。那里的大地甚至天空都在燃烧，火焰狂猛无比，连在一起后，气势撼动所有第一次看到之人的心神。奇异之处不仅仅是东西之海，还有南北两侧的雷云与风谷。南方区域中大地干枯，这里没有火焰的燃烧，使得大地干枯的是这里苍穹上无边无际的雷云。这些雷云里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一道道闪电骤然降临，远远看去，那些闪电之多，竟比雷宗黑雾还要令人胆战心惊。每一道闪电似乎都蕴含了惊人之力，使得大地在这不断的轰击下，干枯的随时可以崩溃爆开。北方区域存在了一条条如龙脊般的山脉，这些山脉交错中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山谷，这些山谷内不知为何凝聚了狂暴之风，使得整个北方区域成为了风谷。那风的呜咽声让人在听到后，好似灵魂都在颤抖，尤其是若看到北方山脉的光秃后，会不由自主的在脑海里浮现出那风狂猛的可以将一切存在的人与物全部撕裂成为粉碎的画面。相比于四方的惊人，只有中间区域的冰原温和了太多太多。此刻在这冰原上有一道身影正瑟瑟发抖中急速前行，一边挪移一边还四下打量，满脸的紧张与不安，正是白小纯。寒门老祖，你骗我！白小纯哭丧着脸，心里不时一跳一跳的。他是2天前被吸入这里的，好在进入时虽是与那鬼脸一起，可在降临后却是与鬼脸不在同一处位置，而他的神杀之法也在进入此地不久后消散。白小纯也恢复了神智，他有心找个地方躲着，可却觉得不安全，于是谨慎的外出。可随着2天过去，当他慢慢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后，白小纯的心情顿时就不好了。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积累了无数岁月的天地之力。寒门老祖，你撒谎！白小纯心下悲愤，郁闷无比。他之前费尽一切去帮助对方，甚至不惜与那可怕的鬼脸一战，为的就是要借助法宝内的天地之力修炼。可如今踏入法宝世界后，看着四周没有半点天地之力，白小纯又想到那鬼脸也在这里，一旦彼此遇到，自己小命难保的事情，他的心情也要抓狂。寒门老祖，你别装死，给我出来！白小纯越想越是憋屈，尤其是此地奇异，竟让他无法挪移。这一切让白小纯不由得压着嗓子低吼起来。从他2天前被吸入这里后，那女婴的意识就再也没出现过，无论白小纯如何在心底呼唤，也都对他毫不理会。这就让本就郁闷的白小纯更加生气了，可偏偏他又不敢大声去咆哮，此刻就算是低吼，也只能用小半的力气。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守灵人，也要告诉我那弟子。对了，我还要告诉天尊。白小纯气愤地念叨道，最终只能长吁短叹的在这冰原区域谨慎的前行。只是他不想遇到哭笑鬼脸，可这冰原就这么大，前2天他没遇到已经算是运气好了。此刻在这第3天，白小纯正愁眉苦脸的小心前行时，忽然的一股强烈的危机让白小纯这里全身猛地一颤，内心哀嚎，转身就跑。他远处的苍穹上赫然有一片浓郁的黑雾正滚滚而来，那黑雾内有一张巨大的鬼脸，此刻正冷笑地看着白小纯，似很早就察觉到了白小纯，只是白小纯修为不够，此刻才发现。小兔崽子，你耽误了老夫的好事，不扒了你的皮做成风筝，老夫不解恨啊！鬼脸内传出阴冷的声音，雾气翻滚，速度极快，刹那就追向白小纯。鬼脸前辈，你听我解释，我也是被害者啊！那寒门老祖实在过分，我们可以联手啊！白小纯吓得在这逃遁中赶紧高呼，可他声音刚传出，那鬼脸就猛地张开口，顿时一片黑雾好似穿梭虚无，刹那间就在了白小纯的头顶，化作了一张森森大口，向着白小纯猛地就吞噬下来。白小纯头皮都要炸开，来不及多想，修为蓦然爆发，正要去全力抵抗，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他耳边终于传来了寒门老祖急促的声音：“放松心神，我来帮你逃走。”白小纯一怔，他立刻就感受到这四周的天地内似存在了一股传送之力，刹那就笼罩自己全身，几乎在那鬼脸吞噬来临的瞬间，一声轰鸣在白小纯四周骤然爆发，光芒闪耀间，他的身体一瞬就没了踪影。出现时已在了千里外，白小纯刚准备长出一口气，正要开口，可转眼间他四周的传送之力再一次发动，轰的一声，他的身体又一次消失。几乎在他消失的刹那，此地虚无如被撕开，轰鸣中鬼脸已然追来，眼看白小纯再次被传送走，这鬼脸咆哮一声：“想走！”鬼脸瞬间遁入虚无，在这不断的追击下，渐渐鬼脸的咆哮越发狂暴，实在是此地他虽可以挪移，可却有很大阻力，如今接二连三的追去，始终都没有追上白小纯，这就让他心底怒不可遏。灭了那小兔崽子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夺取这法宝的控制权。眼看除非动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否则无法短时间追上白小纯后，这鬼脸也不再追击，而是身躯一晃，直奔苍穹虚无而去，想要去研究如何夺取这法宝。第980集，都是骗子。白小纯都记不清自己被传送了多少次，最终只觉得脑海轰的一声，好似五脏六腑都翻滚起来，这才停止了传送。出现时，在一处冰洞内，虽还是在冰原上，可具体哪个方位，白小纯自己也都不清楚了。甚至若非是他肉身强悍无比，又有不死血恢复，换了其他人，此刻必定虚弱无比。而他这里虽觉得脏腑翻滚，有些头晕，可也就是几个呼吸便恢复如常。可他的心情却是在悲愤中也升起了希望。寒门老奶奶，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白小纯连忙高呼，他担心自己之前与鬼脸的话语被这寒门老祖听到，此刻赶紧去缓和一下。那头老鬼的出现，使得我融合出现了一些意外，怕是短时间无法彻底融合，需要3-5年左右才可。寒门老祖的声音带着一些疲惫，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回荡。3-5年？什么意思？白小纯立刻傻眼，心中有种不妙之感。意思就是我没彻底融合前，打不开离去之门，所以你要在这里住上3-5年的时间。寒门老祖淡淡开口解释了一句，白小纯在听到后瞬间炸毛了，整个人都急了。你这不是坑我吗？这鬼地方又没有天地之力吸收修炼，还有那恐怖的老鬼，你让我在这里居住3-5年，我要离开，现在就出去！白小纯此刻也顾不得什么了，大声咆哮：谁说没有天地之力？东有雨海，西有火天，南有雷云，北有风谷，这4处区域之所以这般奇异，正是因天地之力的凝聚，你大可进去吸收，这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更是大补。寒门老祖依旧淡淡开口：至于那头老鬼，我短时间也没办法去对抗，只能任由他留在这里。不过随着我不断融合法宝，可对他形成压制，使他修为在这里不断的被削弱。而你这里借助造化，修为可突飞猛进，此强彼弱之下，只要你熬过了前2年，你们之间的修为差距就可逆转过来了。在我完全融合法宝，化作气灵后，未将这法宝最终激活，我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沉睡。你放心，沉睡前你若想离开，我会送你出去。而我最终激活此宝，崛起北脉时，与你的约定依旧不变。白小纯听着寒门老祖的话语，着急中也有觉得思绪有些混乱，他赶紧摆手：你等等，我捋顺一下思路。你的意思是，你先需要个3-5年去融合成为气灵，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打开法宝之门，让我先行离开，而后你还要沉睡一段时间去激活法宝。没错。当寒门老祖给了白小纯一个肯定的回应后，白小纯顿时有种要抓狂的感觉。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到了这里你才说，我哪里会预料到会有一头老鬼跟着你进入到了此地。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在这3、5年内，在我没有成为麒麟前，无人可以离开。你好自为之吧。寒门老族冷哼一声，其意识更是在这一刻似离开了白小纯的脑海，消失无影。等等！白小纯焦急高呼，可这一次，任凭他如何呼唤，寒门老祖也都没有再次回应。到了最后，白小纯狠狠地抓了一把头发，悲愤之情强烈无比。骗子，都是骗子，都怪我太单纯。一想到自己要在这里居住3、5年，白小纯就有些绝望了。如果没有那老鬼还好，3、5年也不是很漫长。可如今，白小纯非常担心，别说3、5年了，自己的小命能保住3、5个月都算长的了。发愁了半晌，白小纯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此刻只能忍着忐忑，小心翼翼地走出冰洞，想要看看自己在哪个方位。刚一走出，他就立刻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阵阵天雷之音，目中看到的是距离这里不算太远的地方，那无尽的雷云以及干枯的大地，还有就是几乎连在了一起的无数从天而降的闪电天雷。雷白小纯呼吸有些急促，目光闪动着，也有些犹豫。他想到了自己在九天云雷宗吸收的那些闪电，从而提高的修为，可同时也想到了最终自己吸收闪电达到了一定程度后，无法继续吞噬时，那无穷的闪电差点将自己给炸死。这就让白小纯纠结，正琢磨着要不要再尝试一下时，忽然的，在他数10丈外的冰层上突然钻出一缕黑雾。这黑雾刚一出现，就立刻凝聚成了拳头大小的鬼脸，猛地看向白小纯。白小纯眼睛倏地睁大，尖叫一声，急速冲出，向着远处疾驰逃遁。终于找到你了！他身后那鬼脸露出狰狞的笑容，声音传出时，竟在整个冰原回荡。放眼看去，能看到在这冰原上，此刻赫然有上万道黑雾，在各个地方同时升起，化作了上万个鬼脸，同时开口说出这句话。与此同时，这上万鬼脸全部升空，直奔发现白小纯的鬼脸所在之地。速度之快，没过多久就凝聚在了一起，重新形成了那滔天的黑雾鬼脸。小兔崽子，都是你坏我好事，不扒了你的皮，我岂能甘心！鬼脸怒吼，向着白小纯径直追去。他心中此刻也郁闷无比。之前他在白小纯逃走后，尝试去争夺这法宝的控制权时，发现这法宝居然无法被控制，那比自己快了一步的神魂已经处于融合中，以他的修为也都无法将其打断，除非是毁灭这法宝。可这种世界法宝，他就算是巅峰时期想要灭去也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现在了。恼火之下，他如今的想法是灭了白小纯，出口恶气后再重新琢磨办法。而白小纯虽逃得无影无踪，可他如今有了决断后，展开秘法，其身体直接分散，化作万缕黑雾，扩散整个冰原，好似化身万千。如此一来，找到白小纯并非困难。第一次有天尊突然出现，第二次我没工夫理你，第3次那该死的准气灵帮你传送这小子的运气不错呀，我就不信这第4次，你前方是连老夫都要顾忌的狂暴雷云，你还能逃到雷云里不成？鬼脸这么一想，也都觉得这白小纯似乎有些难杀的样子，可还是冷哼一声，看到了白小纯此刻逃走的方向，正是那片雷云所在。他没有迟疑，依然追去，速度之快，刹那就追了上去，直接张口就吐出大片雾气，形成黑爪，向着白小纯狠狠一抓。白小纯内心狂颤，强烈的危机冲击心神，他毫不迟疑的直接张开口吐出一道乌光，龟纹锅蓦然出现，直接就操控在了身后，去阻挡那鬼爪之力。轰的一声，白小纯喷出鲜血，身体被这大力冲击着向前狂奔，此刻身体都好似要崩溃，修为不稳，可不死血的恢复惊人，正在急速的恢复。而借助这外力，白小纯的速度再次爆发，不死劲已然展开，拎着龟纹锅就急速冲出。宝物！鬼脸也被龟纹锅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愣了一下，眼睛随即猛地就亮了起来，狂喜中心之大增。白小纯焦急到了极致，眼睛早就红了。之前那一击虽有龟纹锅抵抗，可他的伤势依旧极重，毕竟2人之间战力差距不小。此刻眼看对方再次追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前方的雷云区域。只是那里面一道道闪电轰然砸落大地，看起来很是吓人。可红了眼的白小纯虽经历了雷域内无法吸收闪电后的恐惧，但已别无选择。拼了！白小纯大吼，身体轰的一声，在那鬼脸追来的刹那，直接就踏入到了雷云区域内。几乎在他进去的刹那，一道闪电立刻就被吸引而来，瞬间就直奔白小纯而去。第981集，我还有一口气。轰的一声，这闪电直接就落在了白小纯的身上。白小纯感受着那闪电之力顺着自己的头顶直接炸开，闪电内蕴含的力量在体内轰隆隆的爆开，甚至在他的身体外都激起了大量的弧形电光，顺着身体扩散开来。这一幕让他身体颤抖，正要惨叫，可很快的他就眨了眨眼，目中有喜悦一闪而过。没事，能吸收。白小纯开始激动起来，
他感受到了这闪电在轰入自己体内后，不但对自己没有造成丝毫伤害，更是推动修为精进。甚至这闪电内居然蕴含了当初雷域闪电所不具备的生机之力，竟使得自己的不死血也都活跃了不少。这就让白小纯惊喜无比，他立刻就意识到，雷域的闪电自己虽吸收到了极致，无法再对自己有帮助，可这法宝世界的闪电明显在层次上高出9天云雷宗，如同是高阶丹药一般，自然可以让自己再一次吸收，借此修炼。喜悦中的白小纯在看到鬼脸也追着自己踏入雷云后，他没有半点犹豫，扯着嗓子就惨叫起来，那声音凄厉，如同遭受了莫大的酷刑般，落入后方鬼脸的耳中，他都不由得顿了一下。这闪电这么厉害，不过让他被雷劈死，有些便宜他了。鬼脸看向四周闪电时，忌惮更多，也发现了在这雷云内，哪怕是自己也都无法展开神识之力，于是没有深入雷云，而是在边缘游走，目光留意白小纯那里。他在等白小纯被劈死后，冲上去获取他的尸首。实在是之前那龟纹锅让他很是心动。在他等待白小纯被劈死的过程里，白小纯这边急速前行，又有几道闪电被吸引过来，陆续的轰在他的身上。每一道闪电的天地之力都让白小纯身心舒爽无比，可他口中的惨叫却是一声比一声凄厉。可叫着叫着，白小纯发现那鬼脸居然没追过来，于是有些不满自身的演技，更鄙视鬼脸的胆小。这家伙怎么这么谨慎？不行，得给他下点猛料啊！白小纯想到这里，速度缓慢下来，一边在那闪电下惨叫，一边艰难的前行，表露出一副似无法坚持太久的样子。鬼脸顿时目光一闪，他对白小纯极为留意，可依旧还是没有深入，只是远远的观察。白小纯眼看如此，索性一咬牙，在这闪电的不断轰入下，他的惨叫越来越微弱，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般，走路也都缓慢了太多，快要被劈死了。鬼脸嘴角露出冷笑，可很快的他就皱起眉头，实在是他眼中那不断被闪电轰击，似随时可以被劈死的白小纯，居然在这盘山下一步一挣扎的越走越远。到了最后，鬼脸都皱起眉头，目中也露出了狐疑。可就在他这里沉吟不决时，忽然的已走出了很远的白小纯，在连续被3道闪电同时击中后，全身猛地颤抖，竟砰的一声倒了下来，身体抽搐不断。眼看如此，鬼脸再没有迟疑，身体一晃，轰然间雾气扩散，直奔白小纯而去。可就在他冲来的瞬间，白小纯竟挣扎的从地上站了起来，回头时其眼睛内血丝弥漫，整个人疲惫到了极致般，似狠狠咬牙，传出带着疲惫的嘶吼：“来啊，我白小纯绝不屈服！”白小纯咆哮后，身体哆嗦，又艰难地继续前行。皮糙肉厚，白小纯的那一眼彻底打消了这鬼脸的迟疑。此刻冷哼中，既然深入了，就索性展开全速，呼啸间直奔白小纯。可随着他的加速，这雷云内的闪电也分出了不少，直奔鬼脸而来。他哪怕可以避开很多，但还是有几道轰在他的身上。鬼脸全身震动，强悍如他，在这闪电下也都神魂不稳。更让他骇然的是，这闪电落在身上后，居然会让自己的生机消散一些。这闪电怎么这么诡异？鬼脸虽在之前对这闪电有所判断，可眼下亲自体会后还是心惊，尤其是生机的消散，让他立刻紧张。实在是他如今如同无根之木，生机虽多，可在这里无法补充，一旦损耗太多，影响极大。不如回去，等此人死了后再进来拿他的尸体。想到这里，鬼脸正要后退，可就在他要退后的瞬间，白小纯那里猛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好似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居然不再是蹒跚，而是速度爆了一下，向前直接冲出了数千丈。这么一冲，顿时就引来了更多的闪电，全部轰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强烈的颤抖、扭曲、抽搐，似发出了生命中最后一声凄厉的惨叫，身体砰的一下就栽在了地上，气若游丝，一动不动。这一幕顿时就让鬼脸停顿了一下，可惜此地神识无法展开。他凭着肉眼看了看后，目中露出果断，速度骤然加快，向着白小纯所在之地刹那冲去。随着临近，这四周的闪电轰然间直奔他而去，硬生生的挨了几下，避开了大半后，鬼脸距离白小纯那边只剩下不到1000丈，眼看就要靠近。可就在这时，地面上的白小纯发出了一声闷闷的咆哮。岁月好似回到了曾经在灵溪宗的时光，在这冰原上，苍穹蔚蓝，大地辽阔，放眼看去一片冰雪，见不到丝毫人烟，唯有白小纯与杜林飞2个人在这冰天雪地里，在这银色的素果中一路相伴，时而谈笑，时而温柔，说着彼此的经历，说着曾经的往事。渐渐的，原本在白小纯心中存在的隔膜，似也随着如今的相伴渐渐的消失了。杜林飞